5月29日岗结束，替换下一岗。换岗完成。 There are cameras in east, west, and north, filming the entrance. There's a guard there too. The back wall has a high voltage grade. Let's go. We only have 3 minutes.按照3级警报处理，备用电机将在5分钟内自动开启，请勿惊慌。Hurry up. The power will come back on in 5 minutes. The firewall has initiated the defense protocol. I need 30 seconds. The IP is locked in. ISOC 21948. That's the one. 4 minutes left. Remote copying. Start. Cars come back early. Let's go.被捕了。杨处，这里的内容已经被他们自动销毁了，恢复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个就是他实施远程拷贝的证据。知道了，你先回吧。嗯。哎，杨处。哎，刘总，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其实是我们的计划，为了保密，
所以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张局直接联系的国家能源局，拿到的进场授权。后来在负责安保的向太生副总的全力配合之下，从电脑来到核电2所那天起，我们的人也跟着潜伏下来了。所以这些天，一直是他们在守护着电脑的安全。不好意思啊，刘总，这是上级安排，我必须执行啊。你是集团负责安保工作的，这是应该的呀。你看看，这是想不到，这间谍怎么就能就在这身边呀？这幸亏有3处，啊，感激不尽啊！您千万别这么客气，这本来也是我们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件小事情，我需要您的帮忙。核电2所的全部人员都需要配合我们的调查，在这之前，所有人必须上缴自己的移动通信装置。在调查没有结束之前，任何人不许离开这里。杨处，你放心，我们保证随时随地全力配合。谢谢。哎，好。正式介绍一下，我是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杨光。我跟杜克先生第一次接触，应该是4月11日，在湛山酒店西餐厅。当时你给我和我的同事拍了一张照片。4月20日，我国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专家孙耀宽中毒身亡。存有技术资料的电脑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应该也是杜克先生做的吧？4月30日，华松美食店的老板车祸身亡。我们发现，在他的手机里边有你给我们拍的那张照片。5月12日，金州南湖别墅，2名犯罪嫌疑人非法闯入孙耀宽先生的别墅，其中一个应该也是杜克先生吧？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你说的话。我只是走错了地方，为什么要抓我？全套特制专业滑翔装备，全套电子干扰器材，切断监控，进入没有对外开放的封闭区域，切断电源，意图非法窃取我国核电技术的绝密资料。你可以不说话，你也可以跟我一直装傻，但是我们手上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你以为你把电脑毁了，数据我们就无法恢复了吗？我确实用无线传输器拷贝核电技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Money。 Money。 钱。现在全球都想要这个技术，因为高温气冷堆技术安全性高，核废料少，污染低，原料获取容易，是核聚变前的终极能源方案。现在全球的企业都在出很高的价格，是我和 Sherry 都无法拒绝的高价。你和桑德鲍一是什么关系啊？同事，不熟。继续嘴硬啊！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我承认盗窃和侵入的罪名，你们可以走你们的程序，但是要通知我国驻华大使馆，
我要见领事，这是我的合法权益。都快撂了，明显是提前都准备好的。雪莉撂的比他还快呢。说跟莫斯商贸集团和桑德鲍伊都没关系，就是为了钱，还要求见领事，对吧？这俩人明显对过词儿，准备挺充分的。刘卫健，你跟陈秋那边呢，有什么发现吗？他们那台电脑启动了硬盘烧毁程序，完全被损毁了，估计修复的可能性非常低。在他们的背包里发现了红外望远镜、多用途军刀，还有备用笔记本电池，但是没有找到假护照，还有机票，估计也是被销毁了。2个人的手机已经解锁了，但都是新的，没有发现任何来往的通话记录。但是我发现了非常详细的平面图，上面有核电2所所有监控探头的详细位置，甚至还包括警卫的详细的巡逻时间。这些应该都是保密信息吧？只有内部有一定权限的人才能够接触得到。二所里有内应啊。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个内应给敌人提供了详细的平面图，所有安保人员的值班时间，甚至是整个核电2所电路应急反应措施，说不定还有什么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操，这太可怕了！这个内应潜伏进来多久了？那我们现在一举一动，都是在敌人的注视之下，我们就相当于在裸奔啊！那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大胆推断一下？之前孙耀宽先生参加亚洲核能高峰论坛，当时他的电脑在转移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内应提前透露给他们的呢？现在桑德还在瑞士，如果有内应的话，他会很快得到失手的消息，并且会立即切断一切联系，甚至潜逃。最新消息，杨处，桑德鲍伊预定了从苏黎世起飞，经停莫斯科到达延平的机票，起飞时间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同时，他又预定了从苏黎世飞往悉尼的机票，起飞时间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15。这是做好了两手准备啊！他在等内应的信号啊。规定时间之内，如果没有等到内应的信号，他会选择飞往悉尼。要不我现在重新审杜克？你现在审他能审出什么来？那怎么办？手机都收上来了吗？全都收了，整个核电2所，包括平板电脑和电子手表，我都收了。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提前制定好的计划，所以从电脑来的那一天起，我们3处的同事就潜伏进来，配合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调查。所有人的通信工具已经全部上缴，都统一存放在 B309房间。另外，所有人的手机全部都收缴上来了，现在统一存放在 B309房间。现在我们所有人的手机全存放在 B309房间，您要特别留意那个房间。哦，B309是 B309房间。明白。通知所有的人，明天早上一起出发。明白。
单先生，麻烦您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集体去食堂吃早餐。谢谢。你欠我们所有人一个解释。真的不该去啊！你不该去哪儿？B309啊！你不是不该去 B309啊，你是不应该帮助他们。你就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所以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B309是你必然的归宿，因为你知道那里边存着所有人的手机，而你要拿到手机，通知桑德鲍伊，告诉他这边出事了，让他别回来，否则一旦他被捕，你也会随之暴露，对吗？你们既然早知道了，为什么不抓我呀？在你出现在 B309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一共通知了6个人。这6个人，全是能够接触到核电2所详细平面图的高管。我跟他们每个人都说了，要多注意存放所有人手机的房间。B309，那个内应为了自保，一定会冒险去取手机，给敌人通风报信。所以谁出现在 B309，谁就是那个内应。不是我们把你查出来的，是你自己跳出来的。现在你愿意交代你所知道的一切了吗？我没什么交代的，我是个领导，我去取个电话，你们总不能这么限制我。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个领导啊？那你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吗？你知道你是我国重点科技项目的领头人吗？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国家的机密，置国家安全于不顾。你辜负了国家的信任，你辜负了民众的期待，你更对不起和你日夜相处的同事。
他们真的每天在这里付出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甚至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你现在跟我说你没什么好交代的，你敢再说一遍吗？你的妻子、父母、孩子，他们知道你现在做的一切吗？他们知道你柳新年除了丈夫、儿子、父亲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吗？汉奸。我不是汉奸。那你是什么？我不是。自己冷静一会儿。一会儿接个视频，收拾一下自己。什么视频？你老婆和儿子的视频。找到他们了？找到了。他们人没事吧？没事，我们的人已经把他们保护起来了，没跟他们说你的事儿。准备好了。新年，这么早你就到公司了？我昨天晚上加班，对，我一晚上没睡觉。哎，你儿子啊，儿子，儿子，哎，是爸爸。爸，你怎么哭了？没有啊，爸爸没哭啊。对，爸爸见了你高兴啊，爸爸高兴。新年，你可千万别犯糊涂，我们在这边已经没事了。那你们早点回来啊！我想你们。很快就可以回国了。知道。好，挂了啊！杨叔，谢谢啊！我们会保护好他们的，一直到他们回国。你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我相信。那现在我们想知道的，你可以告诉我们了吗？桑德鲍伊那边是不是一直在等你的信息？是。早上8点。给他打电话，稳住他。我怕我做不好啊。尽量说的简单一点，别过分渲染，别
也不用太刻意。你能做到？好，我能做到。尽量放轻松，千万别想现在发生所有事儿。以前怎么聊的，现在就还这么聊。好的。准备好了吗？怎么这么晚？是这样，出了点意外，不过杜克他们东西已经拿到了。真的拿到了？拿到了。我一直在等回复，为什么没有联系我？核电2所全面戒严，要不是我反应快，他们早就被抓住了。他在哪？是这样。他目前在我这儿，白天人多眼杂，晚上我安排他们出去。说得好。技术比拼，下午4点，你能回来吗？哎，那都是谎句。只要文件到手，其他都不重要。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希望你能做到。就这样。等等，我想跟杜克说句话。好的，你稍等，我去叫他，一会儿我再打给你。做得非常好。All right， 我确实用无线传输器拷贝核电技术。现在全球都想要这个技术，因为高温制作完成还需要多久？我这边采集音色还需要半分钟。乘客采集完音色，我这边合成就快了。好姐。获取容易，是核聚变前的终极能源方案。我这边可以了。等2分钟再给他回过去，让他产生轻微的焦虑情绪，他的期待值会提高，判断力也会下降。好的。快完了吗 ？OK 了，杨楚。I have the documents. Just wait for you to get back. 怎么样，像不像？还挺像的，但不知道桑德能不能听出来，这个人很精明。没有时间了，也没有其他选择。打吧。哎，准备好了吗？Hello。哎，人到了，不要说太久，很危险。Hello。Duke, I have the documents. Just wait for you to get back. Good work. Thank you. Be careful. I will back. You hear me? You still there? Duke, hello?
这人太狡猾了。桑德不会听出来了吧？你立刻联系我们在苏黎世的同事，密切关注桑德保一的行踪，有什么消息马上给我打电话。好。这不会发现什么吧？喂，你说。桑德保一已出现在苏黎世机场，正在办理回延平的值机。干得好。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您帮我一个忙。见杜克。刘总。这是杜克的暗号，是传递给莫斯商贸集团情报人员的密语。现在距离桑德鲍一落地还有不到10个小时，我们必须尽快给他破译出来。大家一块想想。像密码，但不知道用的什么方式。这种104式的，一般都是在编程中使用啊。我试试啊，抓紧。这也不是计算机代码啊。你说，这像不像有了年头的东西？什么东西啊？就这么竖着看，它是数字；但如果横着看，像不像图案？哎，就这样。比如哈，0是点儿，1是横。厉害啊！哎，这个格式很像2战时期的老式的摩斯密码，能不能破译出来？我翻译一下啊，抓紧。哎，桑德物归，2码3302。桑德物归好理解，这2码3302什么意思啊？立刻搜索一下，包含2码3302这个关键词所有的酒店、住宅、公寓、别墅，总之所有的地址信息。搜索显示，3环路外有个2码公寓，它是一个3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与莫斯商贸集团的距离大约是4公里。从这个公寓的位置距离上来看，我怀疑是他们存放资料和情报工具的安全物。一会儿到家，你好好工作。我可能要去外地出差几天，办点事去。啊，这么急吗？是新书出版的事儿，我必须去。那你要早点回来哦。行。要做。每次开完大会，你都领着我们背诵《满江红》，精忠报国。
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只有怒发冲冠。局领导已经得到消息，希望您好好的配合杨官同志的工作，知无不言。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清楚，我会把我了解的一切情况都说清楚。你和桑德鲍伊第一次接触，是在什么时候啊？2018年8月21号，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儿子在国外入学的第一天。入学的当天，我们一家人都很疲惫了。我有几个那边商界的朋友约我出去喝酒，说要给我介绍一个新朋友。这个人就是桑德鲍伊。我们那是第一次认识，之后他真的帮我们不少忙，很实在，人也很平和。通过他的关系，我儿子转到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为了方便我爱人陪读，他还帮我爱人找到了一个既清闲、工资又高的工作。同意炮弹。是的，可当时我一点意识都没有。如果再让我选择，也许我还会中招。毕竟家人在国外，这是我内心最大的牵挂，也是我生命中的软肋。之后，桑德连续3年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还以为我结识了一个真正的朋友。直到孙先生在第4代核电技术研发上有了突破，而项目的经营和开发权落在华泽集团的时候，真朋友就露出马脚了。是的，可他们当时并没有让我去窃取技术，只是想了解一下我们中方的研发进展如何。你给了？我没给啊，我当面就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这是国之重器，岂能儿戏？可是从那以后，我妻儿的境遇就发生了改变。先是他们住所里有陌生人光顾的痕迹，再后来更严重，我的儿子突然消失，他失踪了6个小时啊！直到桑德突然把我儿子送回来，我一下清楚了，我全家人的命完全紧紧地掌握在他的手里。所以你就开始帮他们窃取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我的妻儿在他们手里啊，我实在是没办法呀，所以我就妥协了。那亚洲核能高峰论坛呢？也是你提议让孙耀宽先生携带电脑出席的，是吗？是的。核电2所数据库的安保措施非常严密，我没有答应他们去冒这个险，我只是告诉他们，孙先生的电脑是唯一的机会。我原以为他们只是要窃取技术，可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害死了孙先生。跟守城谈判的关键时间节点，还有谈判的具体内容，你也都泄露给他们了吧？只是一部分，因为桑德的情报网挺广的，有些情报也不只是通过我。我记得还有一个立德集团的赵亚宁也帮了不少忙。这个赵亚宁和桑德鲍伊是一伙的吗？是不是一伙的我不清楚，但是他一定是提供了一些信息。
说说这次吧。这一次，你都帮他们做了什么？技术比拼提出后，桑德要了解我们内部情况，他命令我提供详细的核电2所的平面图，还有安保规则。他还需要一张门禁卡。图纸和安保规则我给他了，门禁卡我没给。为什么？因为我怕暴露。门禁卡呀，每一张都有自己的编码，只要用过一次，就记录在案了。我怕用过了，他们就查到我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之后再也没有找我要过。本来，他们计划28号晚上开始行动，没想到你们加强了安保，他还需要一张门禁卡。图纸和安保规则我给他了，门禁卡我没给。为什么？因为我怕暴露。门禁卡呀，每一张都有自己的编码，只要用过一次，就记录在案了。我怕用过了，他们就查到我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之后再也没有找我要过。本来，他们计划28号晚上开始行动，没想到你们加强了安保，我想他们一定是进不来的。没成想，他们还是来了。杜克、雪莉，你们被捕了。核电2所的全部人员都需要配合我们的调查，在这之前，所有人必须上缴自己的移动通信装置。另外，所有人的手机全部都收缴上来了，现在统一存放在 B309房间。向先生，麻烦您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集体去食堂吃早餐。谢谢。想的都很清楚，看来你对这一切是印象深刻呀。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代了，但是我清楚，无论我说什么、怎么解释，都弥补不了我的罪责。我愿意接受上级给我的一切惩罚。我最内疚的就是孙先生。当我想到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了中国的核电事业呕心沥血，那么好的一个人，突然就没了。你知道，他就像一个炸弹似的，在我内心里永远得不到平静。我真的对不起，对不起所有的人，对不起。
持车辆的距离10米之内。如果发现其他车辆，务必提高警惕。多快点！放心吧，队员都在啊。好。张觉，三处没成手握棍吧？还是那把尖刀，锋利无比，对敌人一刀致命。我向您申请，立刻对莫斯商贸集团其他涉案人员进行抓捕。此事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批准抓捕。我们是延平市国家安全局的，麻烦配合一下。哎，一会儿进来。哎，麻烦大家配合一下，站成一排。快点。请配合一下。你好，麻烦配合一下，手机交给我。哎，配合一下，把手机放里边。全带我去。好。Dear passengers, hello. This is Moscow International Airport.
We are announcing flight LX7474, which will depart shortly for Yeping City, China. Please have your boarding passes ready and ensure you have your valid identification with you. The boarding gate will open shortly.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further announcements. 距离桑德鲍伊的航班落地还有7个小时。陈秋、田子薇，你们2个人协助马兴利，通过机场的监控系统实时监控目标航班动态。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刻启动信息数据分析调查程序，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还有时效性。是，明白。机场安保那边都联系好了吧？放心吧，都安排妥了。机场的安保部门会通力配合我们，只要飞机一落地，我跟小谭会第一时间上飞机抓人，还有桑德的所有行李，机场会第一时间分拣安检管理，确认无误之后交给我们。好，3个小时以后全体出发，行动方案会后会分发给每一个人。记住，这次的抓捕行动要严格按照行动方案来执行。明白。分头准备吧。杨处，出问题了。怎么了？这趟航班在莫斯科经停后，桑德鲍伊根本没有再登机。确定吗？确定。我跟莫斯科机场那边核对了登机记录，和延平机场地接部门也核对了机上所有乘客人员名单，确实没有发现桑德鲍伊的任何信息。张局，我有紧急情况要向您汇报。情况我都了解了，大家坐吧，坐，咱们坐下点。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桑德鲍伊没有上这趟航班，返回延平。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只有2种可能：一，从莫斯科飞往其他国家；二，换乘其他航班飞往延平或国内锚地。Hello, check in, please. 如果他从莫斯科飞往其他国家，我们无能为力。但既然他有一定的几率返回国内，我们就一定要做出努力。下面的工作分2步走：一，马上与俄罗斯有关方面联系，争取看到机场监控。哎，你好，桑德鲍伊的资料全部收到了。好的，就是莫斯科机场的监控，你帮我逐一排查一下，出发口、登机口，所有的我都要。OK, thank you. 二，逐个排查今天从莫斯科飞往国内的所有航班，仔细核对每趟航班的每个登机人员的信息，并持续监控之后几天所有相关航班的动态。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1%的希望，我们就要付出100%的努力。是。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能查的全都查了。从莫斯科飞往国内所有航班，所有乘客的信息里边都没发现桑德鲍伊，他应该不会回来了。这次抓捕行动的失败，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抓捕命令是我下的，要说负责任，应该由我来负，还轮不到你。还有，无论他怎么个逃法，一定有迹可循。现在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沉住了气。张局、杨处查到了，这是莫斯科那边同事发过来的，疑似桑德鲍伊。是，就是他。
他5个小时前已经从莫斯科飞往延平。5个小时前。网洛克为什么没有发现他的购票信息？他用的是假护照，名字是滕有志，这个名字不在咱们监视名单内。哪个航班？什么时候落地？英航 SU204，半个小时前已经到达延平国际机场的T2航站楼。去T2航站楼。是。师傅，改变一下目的地，未来商务区。杨硕，你好，我是T2航站楼安保处处长朱建国。咱们来的稍晚了一点，目标嫌疑人已经于20分钟前乘出租车离开了T2航站楼，但是我们与司机取得了联系，他说他在5分钟前在北城外的未来商务区下了车。想办法调出未来商务区全部监控，把人给我找出来。明白。桑德鲍伊冒险回延平，到底想要干什么，咱们也不清楚。对于和桑德鲍伊所有相关的重要人员、重要地点，立刻到岗监视。明白。北门来商务区。说这桑德鲍伊回延平到底想干什么呀？那改坐航班，就证明他知道了风声。但他有了这个意识，就应该能判断出，无论是莫斯商贸集团还是两马公寓3302，这都是有危险的。他不回科维群岛或者其他地方，回延平，除非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处理，才冒着被捕的风险，虚晃一枪，妄图能够骗过我们。可有什么事儿比他自己的安全更重要呢？你说，监控中已经发现了桑德鲍伊，他在5分钟前进入了未来商务区的一处停车场，开走了一辆车牌号为EN-NXY123的奥迪 A6 轿车，随后向南行驶。你立刻联系商务区的警力，请求他们协助拦截，务必把桑德鲍伊给我堵在未来商务区。好。再开快点。
这所有的吗？警队，杨光。哎，杨处，交警队那边查询什么情况？这个目标车辆呢，驶离停车场的时间是20点35分，但是在后续的道路监控中呢，我们没有发现目标车辆，我们怀疑车辆进行了套牌。又是套牌？哎，套牌车辆短时间内很难发现了。但是根据目标车辆向南行驶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联系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小组，正在全力搜寻。黑色奥迪溜太不便了，是不是不好查？是啊，我们得需要点时间啊。我们更需要时间，请你们一定要快点。行，那我亲自去监控处盯着。谢谢。来。领导，怎么样了？我们现在已经追踪到了由北向南行驶的黑色奥迪 A6轿车，总共23辆，但是这23辆汽车并没有符合目标车辆的车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确认它肯定是套牌了。但是这23辆车分别驶向了各个不同的位置，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辆车的具体信息，才能知道每一辆车究竟是谁套。我不需要知道这些，我只想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至少还需要1个小时。23辆车需要反复核对车主的真实信息、驾驶证、档案编号，而且这个时间有些车主已经睡了，没办法再快了。没办法，想办法。好。干什么呀，兄弟？他们不比你轻松。离最后答案就剩1步了。桑德鲍伊一旦跑了，就回到了茫茫人海。如果再想抓他，就相当于大海捞针，那就更难了。我们之前做的一切就有可能前功尽弃。是。但我想说，我们能从人海里把他揪出来，就一定能把他堵在人海里。我相信三处，更相信你，所以这时候你要给大家信心跟勇气，好吗？没事啊。喂，杨处查到了。说，桑德套牌了烟 MT0622的奥迪车，1小时35分钟之前从白鹿收费站进入了烟哈高速，一路向北，现在还在路上。没错，就是他。进烟哈了，1个小时，这么快速的往北，这要去哪儿啊？从北面出关，就是东北3省了。难道是从东北出境？啊，这干活干糊涂了。东北3省外边是哪儿？他刚从莫斯科回来，又回去。那就是去东北3省的呗。那他回延平干嘛？可能是他要去的城市，从莫斯科没有直飞的航班，所以要先回延平，再驱车北上。那他去东北3省什么地方？把地图调出来。沿海，连海有莫斯的分公司，而且上一次技术比拼，他们特意选择连海，说明他们对连海非常的熟悉。
桑德鲍伊去连海，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去办。而且从连海往东，就离公海不远了。他去连海，难道是从海路潜逃？很有可能，绕这么大一圈就是为了迷惑我们。如果他去连海的话，会转沈海高速。根据现在这速度，时间还有2小时吧。马姐，立刻联系连海局，请求他们的支援，让他们在收费站设卡。一旦发现桑德鲍伊，立刻抓捕。好。另外，把桑德鲍伊的照片还有协查通报发给沿途各个收费站。如果有什么发现，不要轻举妄动，立刻通知我们。嗯。有2个人在延平做情报支持，剩下人跟我去连海抓桑德。杨处吧，延平3处阳光，连海市国家安全局1处刘庆东。你好，人还在服务区吗？车在服务区，可人已经不见了。最后的监控录像显示，他去了卫生间，可卫生间里面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进去以后就再也没见他出来。应该是换装换车逃离了。陈秋、田子卫，这2位是网络信息科的同事，能不能请你们的人配合一下，对桑德鲍伊进入卫生间之后所有离开的人做一个步态识别对比？还有，查一下服务区所有的监控，看能不能有更多发现。明白。明白。小刘到，去。好的。小谭，刘叔，从这条高速到连海有几条路？6条，进入市区的有2条，另外4条通往郊区县城，一共6个收费站，我全部派了人手，还有桑德的照片也发下去了。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同时看到6个收费站的实时监控？没有，但是可以协调。麻烦您了，马姐。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明白。小王，你去。好。陈哥，你看那个，这是给自己化妆成一个老太太了。监控搜索，跟住他。杨处，比对成功。桑德化妆成一个老太太后，上了一台黑色的尼桑轿车，车牌号是连 FMY 330。刘处，您说。杨处，桑德驾驶的黑色尼桑轿车在1个半小时前通过了南江收费站，进入了市区，奔向荆州商务区，最后进入了天利庄园别墅区。具体是哪一栋？暂时不清楚。刘处，麻烦您查一下房管局的备案，看看能不能通过房主的登记信息找到一些线索。我们马上奔天利庄园别墅。好的。
told me about it. We don't have much time.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have got their eyes on you now. I have your escape route prepared. Once you leave the villas, head to the pier at the port. Rick will be on the Kobe ship. You'll be safe once you're on board. How about you? They haven't found me yet. I'm safe. Luca, I came all the way just to give this to you. And this has some of the documents. Sun's computer hold a nuclear technology and a copy of all the intelligence we were given for the past few years. You're holding nearly all of the Hermes. Luca, do you remember our pact? We must climb to the top of the world, my friend. And my brother, don't be hesitant. Just keep going. It's very dangerous in here, but we have to split up. This is a new phone. My number is already in it. We will stay in contact in this way. Okay. Just to be safe, we should split up now. Go on. Look. See you soon. I'll wait patiently for the chance to bring these files back safely. You're my brother. We'll definitely meet again. Damn it.检查武器。王红前门，刘伟江后门，咱仨进去。注意安全啊！
给我联系联海局，请求他们的协助，盯住桑德鲍伊的车。杨处，说，嫌疑人车辆逃向大窑湾港出海码头港区。收到。开始导航，全程4公里，大约需要13分钟。Rick, hurry. Come in.发现桑德鲍伊的车了，在老港区的北侧，但人没了，你们赶紧过来。收到，我们马上就到。警察为什么不停？别动啊！警官，叫警察为什么不停？不好意思，我没听到。你想要干什么？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我怀疑的船上有犯罪嫌疑人，我要立刻进行搜查。警官，这怎么可能？你肯定误会了，我们是夫妇申报流程的合法成绩，你没有权利搜查我的船。这里是中国的领土，我有这个执法权。把船停下来。OK。靠岸。OK。啊！